2024年是九运的起始之年，未来的风水格局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。把握好这一关键节点，不仅能为2025年的腾飞铺路，也能为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积极改变。从环境布局到内心修炼，每一步都需要细致考量和精心筹划。风水学认为，不同的运势年会带来不同的能量流动，而九运作为新一轮周期的开端，具有转折性的作用，象征着变化与更新。在这一年里，如果能正确调整自己的运势，顺应天时地利人和，将能够为未来几年的顺利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与此同时，随着风水学理念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身边的环境与气场对自身运势的影响。从住宅的布局到办公环境的选择，每一处细节都在悄然作用着我们的命运。九运年不仅是对家庭、事业和财富的启示，更是一个让我们重新审视内心、修身养性、改变不良习惯的时机。为了能够顺应这一年的气场变动，我们必须在身边的空间布局上多下功夫，并结合内心的修为来提升个人的能量场和运势，从而为未来的成功铺平道路。无论是居住环境的风水调整，还是个人心态的调节，都是让我们在2025年能够迎接更大机遇的准备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首先，住宅和办公室的南方气场至关重要。九运的离卦方位对应南方，因此南方气口的通畅与整洁直接影响整个空间的运势。门窗应保持打开，确保空气流通，若有污水池或其他冲煞，则需及时化解。南方作为离卦的方位，其代表的元素是火，火在风水中具有强烈的能量，能够促进人的事业、家庭和财富的增长。而南方的气流如果受到阻滞，容易造成火气过旺或火气不足的局面，进而影响到居住者的运势。因此，南方的气口不仅要保持通畅，还需要注意避免过于沉闷或封闭的环境。可以通过定期打开窗户，保持空气流通来保证气流的流畅，避免气滞导致运势下滑。如果家庭或办公室的南方有污水池、垃圾堆积等不洁的物品，这些都可能对运势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。此时可以通过安装风水镜或特定的符咒来化解煞气。此外，客厅的对角线角落作为明财位，是财富聚集的核心区域。在此处摆放储钱罐、聚宝盆等吉祥物，可以有效聚财。明财位的作用不言而喻，它不仅能促进财富的流动，还能帮助增强个人的事业运势。然而，明财位的布置并非单纯的放置吉祥物那么简单，必须保持明亮、干净，不可有任何破损或杂物堆放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命理和气场，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水布局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至于其他方位的处理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摆放相应的风水物品来加强不同领域的运势。
2024年是九运的开始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会发生变化，我们更需要在细节上做好调整，通过优化居住和工作环境的风水，帮助自己抓住机会，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。其次，家庭的和谐是风水布局的根本，尤其是夫妻关系的融洽。家和才能万事兴。家是每个人的庇护所，是心灵的港湾。家庭的氛围与和谐程度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和运势。风水学中有一句话：家和万事兴，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更是实践中验证过的真理。夫妻关系的和谐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互相支持，更是一种能量的互相交融和滋养。在家庭风水中，夫妻的卧室位置、床铺的摆放、镜子的使用以及家具的选择都会影响到两人之间的感情。夫妻间如果有矛盾或长期的争执，容易造成家中气场的不和，影响到财运、健康和事业的各个方面。因此，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遇到问题时，夫妻间需要通过冷静的沟通和积极的态度来共同解决，而不是通过争吵或忽视来回避。家庭关系的和谐还与家中的整体布置密切相关。例如，夫妻床头应避免有尖角冲煞或不适当的摆设，应选择柔和的色调和舒适的布局，以促进情感的稳定。而在家中的公共区域，尤其是餐厅和客厅，应该保持明亮、整洁的状态。这不仅能够提升家庭成员的心情，还能增强整个家庭的气场。此外，夫妻共同参与家中的风水布置工作，能够更好地增进彼此的默契与信任。通过合作完成空间的优化，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更加亲密与和谐，从而推动家庭的整体运势向好发展。个人修为同样重要。随着2025年离火大运的来临，情绪波动可能加剧，肝脏健康与情绪管理尤为关键。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式调节心态，可有效减少火运年的负面影响。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到身体健康和事业运势。在风水学中，火元素代表着动力与激情，但若过度或失控，会导致情绪上的波动，甚至影响到人的健康。尤其是在九运过渡到离火大运的过程中，肝脏作为情绪的主宰器官，会面临更多的压力。因此，保持情绪的稳定和心理的平衡尤为重要。冥想、瑜伽、太极等方法都是调节内心情绪的好方式。这些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，释放压力，同时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和气场的稳定性。饮食方面，建议选择清淡为主，减少油腻与肉类的摄入，以维持身心平衡。高热量的食物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，特别是在处于压力较大的时期，容易导致肝脏负担过重。适量增加水果、蔬菜和清爽的饮品，不仅能保持身体的健康，也能为内心带来一份平和与安宁。在精神层面，修心修德有助于与自然法则和谐共存。人常说心静自然凉，
只有内心的平和，才能让外在的运势更为顺畅。通过慈悲、宽容和感恩的心态去面对身边的人与事，不仅能帮助我们获得他人的支持与帮助，也能为我们积累更多的好运。在2025年，尤其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不让外界的干扰影响到自己的内心世界。通过这些方式，能更好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，并在困境中找到突破口，走向成功。祭祖作为命运调整的重要手段，是风水改运之外的根本之法。通过祭祖，不仅可以获得祖辈的庇佑，还能改善整个家族的能量场。祖先的智慧与经验为家族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和庇护。祭祖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先人，更是为了与先人的精神传承相连接。每个家族的风水与运势都受到祖先影响，尤其是在面对人生困境时，祭祖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持。无论是通过传统的拜祭仪式，还是通过其他形式的感恩与传承，都能使家族气场得到净化与增强。祭祖的意义不仅限于宗教或民俗，它还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哲学内涵，是家庭成员凝聚力的体现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祭祖是通过感恩祖先的方式，激发全家族的力量，帮助家族成员获得更多的好运与福祉。通过祭祖，不仅能提升家庭的能量，还能让家族的子孙后代得到祖先的庇护，帮助他们更好的成长与发展。祭祖的时机也非常重要，选择合适的时节进行祭祀，能够与天地的能量产生共鸣，进一步增强家族的整体运势。祭祖的活动不必过于复杂，可以通过简单的祭品、烛火与祝愿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感激。祖先的庇护将带来事业的成功、家庭的幸福和身体的健康，而祭祖这一仪式的意义，不仅在于对传统的尊重，也在努力培养规律的作息习惯，不仅能让身体保持最佳状态，还能增强我们的心理韧性。早睡早起是一种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改变方式。通过调整睡眠时间，我们能够获得充足的休息，进而提高白天的工作效率和专注力。此外，良好的作息还能帮助调节体内的生物钟，使身体各器官的运作更加协调。在风水学中，人的能量场与天地气息息息相关，作息规律能使我们的气场与自然界保持和谐，从而提升整体运势。在学习新技能方面，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选择与自身兴趣、职业发展相关的领域进行深入钻研。比如，如果想提升职场竞争力，可以选择学习一门实用的外语或技术技能；如果更关注个人成长，可以通过阅读心理学、哲学类的书籍开拓思维。学习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，但只要持之以恒，就会在某一天收获令人惊喜的成果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还需要主动减少不必要的干扰，例如过度的手机使用或无意义的社交。这些行为不仅会浪费宝贵的时间，还容易让我们的注意力分散，从而影响学习效率。相反，将时间投资在自我提升和成长上，
才能真正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运动作为一种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，也需要被列入日常计划中。规律的锻炼可以帮助我们排解压力，增强体质，同时提升整体的气场和能量。在风水学中，健康的身体与旺盛的气场是相辅相成的。无论是晨跑、瑜伽还是健身房训练，只要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并坚持下去，就能显著改善身心状态。特别是在九运初期，火运的能量可能让人容易感到焦躁或疲惫。通过运动，我们可以有效地平衡情绪，增强对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身体健康，它还具有深刻的精神层面的意义。在运动中，我们能够与自己对话，深入思考，甚至找到解决问题的灵感。在这些日常习惯的基础上，学会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也至关重要。目标的制定应该具有具体性、可行性和时间节点，例如1个月内完成某本专业书籍的阅读，或者每周锻炼3次，每次至少30分钟。通过清晰的目标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，同时在每一次完成目标后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。这种内在的动力会不断推动我们迈向更高的台阶。另外，环境清洁和整齐也是提升个人能量的关键因素之一。杂乱的空间不仅会影响人的情绪，还可能阻碍气流的流通，从而对运势产生不利影响。每周抽出固定时间进行家居清理，整理好书桌、衣橱和生活区域，能让我们的身心都感到轻松愉悦。清理空间不仅是为了美观，更是为了让我们在一个整洁的环境中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秩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简单的风水布局技巧，比如在玄关处放置绿色植物以增添生气，或在卧室放置天然水晶来提升个人磁场。总之，通过专注于小习惯的培养，我们可以逐步改善生活质量，同时为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九运的开启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期，但只要我们能够主动适应，持续努力，就一定能够在这一周期中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会积累成大能量，最终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提供强大的助力。这不仅仅是对自身的提升，更是对未来的承诺。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，我们将有能力迎接2025年的离火大运，从而实现更加美好和充实的生活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3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